P2P 更是要这样。对 P2P 还钱是不可能的，退回他们的损失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对 P2P 一定要尽快撒几个暴发户来平息民怨。中央的文件称，全党一定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大敌当前，要树立起反敌爱国的信心。党员们不得发表任何妄议中央的言论，必要的时候对各种社会上出现的突发事件，以及对中央和政权稳固所产生的各种言论的人，要杀鸡儆猴，甚至可以直接杀掉几个猴子。你看这个话就是对邓不方讲的吧？不单是可以杀鸡儆猴，而且甚至可以直接杀掉猴子，杀什么鸡儆什么猴，不需要吓什么猴子，直接把猴子宰了。所以文件里面要求要坚信，在习主席的领导下，肯定了战胜困难。我们当年被美国、苏联同时围困的时候，全国的老百姓跟党中央一条心，凭靠吃观音土，靠树皮草根，我们都战胜了我们大饥荒的困难。现在咱们改革开放已经40年，有那么好的条件，有什么困难我们还不能战胜？我们还不能冲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吗？这是中共的文件和中共的官媒给中国的老百姓打气，给中国中下级官员，让他们跟着习近平，跟他们一起扛，让他们做好吃草的准备，让他们自力更生。然后呢，楼市、房市都变动没关系，这个是可能的。我们只要做好老兵的安抚，做好 P2P 的安抚，不要什么杀几个。In 3/4 of a mile, keep right to take exit 4 towards Euclid Avenue, Butterfield Ranch Road, CA 83. 所有关注中国政治的人，你都可以看到，国内的经济已经是持续恶化，来自境内外的压力非常大，再加上呢，习近平这次亲自带队，要没人 In 在。1/4 mile, keep right to take exit 4 towards Euclid Avenue, Butterfield Ranch Road, CA 83. 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感到有悲观的情绪，因为不认为 Keep right to take exit 4 towards Euclid Avenue, Butterfield Ranch Road, CA 83. In half a mile, keep right onto the ramp towards Euclid Avenue. 经济下滑，它给很多人都是心理上的阴影，尤其是在中国企业界造成的恐慌，这种恐慌呢正在蔓延。 In 1/4 mile, keep right onto the ramp towards Euclid Avenue. 军队的援军，而中共只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摆脱他们的困境。目前中共对外，尤其是对美国之 Keep 外， right onto the ramp towards Euclid Avenue. 某种别人的口吻，不排除他们讲跟这边 Continue for 2 miles on the ramp. 包括澳洲、包括加拿大和欧盟能够呢拉拢关系，并借助第三国的力量来避开美国的关税。我们很清楚的都可以看到，这次中美贸易战是中共的一个坎，而且是一个相当大的、根本就绕不过去的坎。本月底的高峰会谈，从目前看来是很悲观的，能不能谈起来这个问题？即使能谈，我刚才已经做了这3种可能的预测，我认为中共采取第2种可能性最大，就是拖延。因为中共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情况下，他就采取拖延的方法，是想办法想办法拉拢了别人以后，然后呢，让中美贸易战里面增加变数，然后重新谈判。这是中共对美国的想法。但是川普是不会给中共有那么多拖延的时间的。川普已经一再明确了他自己加税的时间，就是今年年底。所以中共在美国和我们半年左右的这个贸易战之后，整个中国的经济是大幅的下滑。中央财政在今年的9月、10月份都是在降，经济下滑的指标非常明显。只有半年的中美贸易战，但是现在对中共来讲，已经形势呢越来越恶化，对中共经济打击的影响力呢也越来越大，经济呢是持续下滑。除了呢股市严重低迷之外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是支撑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的房市出现了很大的跌落，房地产在扛不过去以后就降价。而地方政府是绝对不允许降价，所以各地政府出台了限制房企降价的各种措施。因为房企一降价，银行就要垮，政府就要垮，老百姓就会造反。因为已经买了房的那些老百姓是绝对不会同意你降价的。当地政府是 In 严 half 格 a mile, turn left onto Bickmore Avenue. 开发商又不能降价，又没有钱，那怎么办？那么大的泡沫扛不住，那只可能等死啊！所以经济规律你是绕不过去的。政府现在只是用行政手段在控制啊。所以说，中共他一直想缓住这个下滑的形势。在本 In 次 1/4 mile, turn left onto Bickmore Avenue. 美方提交了一个包括142项内容让渡的清单，但是美方对这些清单里面完全不认可，他们认为这清单里面根本就不包含中国制造2025和“一带一路”以及强 Turn left onto Bickmore Avenue. 所以美方不认可。川普就讲有4、5项核心内容中方没有写，所以必须要降罚。因此，现在出现的这个市场经济规律，这个大幅下滑的经济规律，作为中共来讲，它是很难以抗拒。中国经济下滑，我们从很多数据都已经可以看出来。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。第一个是因为苹果手机订单的减少。